在15世纪末期，有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被当时和后代人认为是一个与时代脱离的未来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几乎绘制出了飞机和坦克的原始草图。他就是我们从小就听说过的里奥纳多·达芬奇。他名字由来的意思其实就是芬奇镇的雷奥纳多，所以说他并没有姓氏。为什么说他是脱离了时代的未来人呢？因为众所周知，一般的情况下，一个伟大的人物，通常情况下都是在某一个学术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比如说思想家、音乐家、数学家、画家、天文学家之类的。人这一辈子能够在一方面有超前的思维和卓越的贡献，其实已经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了。更何况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度过一生，几乎不会给这个人类文明的历史留下太多的痕迹。大家好，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今天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在我们小学课本中那位画鸡蛋的画家雷奥纳多·达芬奇。这个故事有点长，您可以先点个赞，收藏起来，或者加速播放。上面我们说到，他绘制过飞机、坦克的草图和详细的内部构造，这其实已经很令人惊讶了。那么在这支影片一开始，我再简单的给大家列举几个他的发明，其中有潜水服、木质汽车、人形机器人、降落伞。看看，就连现在马斯克还在研究的机器人，这个公元前1452年出生的达芬奇就已经开始研究了。你想想那个年代的交通工具，条件好的家庭也只能是骑马，而他不仅研究了飞机，还研究了降落伞，是不是感觉上面说他和时代脱离并不为过？今天我要说的这位雷奥纳多·达芬奇被誉为一个历史上的少有的全才。我解释一下，这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另外他在音乐、建筑、数学、几何学、解剖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学、光学、力学、发明、土木工程等领域都有显著的成就。你是不是在想象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学家让他错过了？好像什么领域都有他的身影。单说一个艺术家这个身份，其实包含的内容就很多，比如说他是画家、雕塑家，而且对音乐也有很深的研究。他在自己的画作《最后的晚餐》中也暗藏了一首乐谱。其实单说他的一幅画作，我们就能做出一期影片来。这里我先不展开说的那么详细。他是一个演奏和教授乐器的音乐家，甚至还设计了自己的乐器。他还参与了舞台剧的写作，创造了让观众大吃一惊的身临其境的布景和道具。那么我们现在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文艺复兴时期，来了解一下这个人有趣的一生。这个故事开始于1452年4月15日晚上10点30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郊区，在一个名叫芬奇的小村庄里，一个名叫雷昂纳多的男孩出生了。他的父亲瑟皮耶罗·达芬奇是一位富有的佛罗伦萨公证人，也就是律师。他的母亲当时14岁，是一位名叫卡特琳娜的农家女孩，而他的父母在他出生1年之后各自结婚，所以雷昂纳多是一个私生子。这也让他很困惑，因为私生子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而学习阅读、写作和数学是由家庭教师教给他的。而且这一小段的学习经历和他的一生相比，他的绝大多数时间是自学的。雷昂纳多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因为他经常分心，他只被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吸引注意力。因为他平时的专注力很差，他的祖父和叔叔就开始发展他的观察能力和好奇心，带他去研究花花草草、昆虫野兽。这也可能是他人生走向的第一堂课，是他许多发现和发明背后的驱动力。1464年左右，他的爸爸带着他从出生地芬奇小镇搬到了佛罗伦萨。那时候如果他不是一个私生子的话，很有可能他会继承他父亲的职业，也成为一名律师、公证人。但幸运的是，恰巧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所感兴趣的任何事情。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表现出真正的艺术天分。雷昂纳多在他的童年时期创作了很多的素描绘画，那时候他父亲也是经常把他的作品带给他的朋友看。他的一位朋友叫维罗基奥，经营着佛罗伦萨最著名的艺术工作室。当他看到雷奥纳多的作品时，他感到很惊讶。4年之后，也就是在1468年的时候，达芬奇就成为了维罗基奥工作室的学徒。达芬奇研究了维罗基奥的大部分作品，并且很多作品都有他自己协作的成分。人们还认为雷昂纳多当时为许多的雕像当作形象模特，包括由维罗基奥创作的大卫铜像。这座雕像让我们了解了雷昂纳多可能看起来他10几岁的时候有一头卷发和苗条的身材。而在这个工作室里，这些学徒不仅仅学习艺术创作本身，
而且还学习当时创作艺术所涉及的技术和技能，从化学、金属加工、石膏铸造、皮革制品、机械和木制品，再到绘画、雕刻和建模。维罗基奥工作室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大师和学徒一起完成的。下面这幅作品《基督的洗礼》，它的大部分内容都归功于维罗基奥本人，而左下角的天使是雷昂纳多画的。当时人们就说，这幅画作中只有左下角的这个小天使画的是最为传神的，他的眼睛和别的人物明显不一样，立体而有神。而他的老师在不久之后就折断了画笔，不再画画了，就是因为他的徒弟比他的造诣要高出了一大截。1472年，20岁的雷昂纳多开始画天使报喜，他画了3年，这被认为是他的第一幅个人画作。1473年左右，雷昂纳多·达芬奇成为了画家协会的成员，因为当时他涉及到一些指控，许多雷昂纳多传记的作者认为他是同性恋，但并没有实际证据证明，当然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喜欢女性。许多年来可以肯定的是，他与他的2位男助理萨莱和梅尔奇关系非常的密切。1478年，达芬奇完成了一幅画，描绘了佛罗伦萨富人区的女儿吉内弗拉德·本奇。这幅画目前收藏在华盛顿区的国家美术馆，并且是雷昂纳多·达芬奇唯一一幅在非洲向公众展示的画作。也是在这一年的时候，他开始接受独立委托，不再为工作室工作。但是他独立工作之后呢，其实接了很多的活，但是完成的非常的少。他并不是一个多产的画家，因为他的每幅画作都很花心思，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且一旦过程中他觉得不满意，他就把它毁掉。宁可接不到活也不能不完美啊！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他有代表性的24幅已完成的或者完成一半的作品。1480年左右，雷昂纳多·达芬奇开始保存他著名的笔记本。什么笔记本呢？在接下来我会逐步的讲给大家听。而且他是一位非常多产的笔记作者，在他的一生中，他创作了超过13000页的笔记和图画，其中大约7000页至今仍然存在。他的笔记有一点非常的神奇，他几乎所有的笔记和草图都是在镜子里面才能看清的，也就是反向书写，而且他是从右到左，而不是从左到右写作。在正常人看来，他写出来的就像是一些奇怪的符号，但是如果你通过镜子看，它是完全可以清晰辨认的。有人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密啊，但一旦你意识到了他通过镜子就能看的话，也是很好破译的，很容易理解。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就是雷昂纳多·达芬奇是个左撇子。在那个年代，用墨水很容易弄脏作品，因此他为了不弄脏自己的创作，雷昂纳多设计了一种用镜像书写的方法。但是他和别人通信往来的时候，还是使用正常的书写方式。所以达芬奇留在世上的巨大财富不仅仅是他的画作，还有很多海量的手稿。1994年，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买了一本达芬奇的皮革装订的笔记本，里面仅包含了36页雷昂纳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学著作、图纸和理论的纸张，但是这些就花了比尔盖茨3080万美元。他的笔记中很少谈到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周围的人，里面有很小的一些记录，让人们解读出他在大约28到30岁的时候就患有抑郁症。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以为我在学习如何生活，其实我在学习如何死亡。”1481年，雷昂纳多受奥古斯丁修道院委托绘制《闲事来朝》。遗憾的是，1年之后他离开佛罗伦萨的时候，他并没有完成这幅作品。但这并不是一个特例，他经常这样，有可能是受到各种思想冲突和完美主义的影响。同时，这种行为也让他获得了更多的声誉。同年1481年，雷昂纳多给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奇怪的信啊，他几乎没有提到他的艺术技巧，而是专注于他的军事思想和设计。这时候雷昂纳多并没有任何的军事经验，他写下了如何生产轻型的便携式桥梁，如何清除护城河中的池水，并制造出一门特殊的大炮，发射冰雹般的石头风暴。他设计了一种完全没有噪音的秘密通道的工程，还有一种有装甲的无懈可击的特殊车辆，装有可以发射石头的大炮。这也就像是现在的坦克，如何制造大炮、迫击炮或轻型弹射器投石机。而且他甚至谈到了如何建造适合海战的工具，以及他如何在和平时期能够成为一名建筑师和修造城市的水利工程。在信的结尾处，他才提到了自己的雕塑和绘画的才能。对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来说，在我们看来这件事非常的奇怪，
因为在这之前他所学习和表现出来的全都是在艺术方面的造诣。1482年，莱昂纳多·达芬奇从佛罗伦萨搬到了米兰，他怀着成为军事工程师的梦想，成为了一名艺术家、音乐家和戏剧制作人。是不是又很意外？莱昂纳多是一位艺术精湛的音乐家，他演奏一种类似小提琴的弦乐器，称为利纳迪布莱乔。他会为米兰的宫廷表演。在他的晚年生活中，他甚至设计了非常独特的乐器，而且他还被聘为我们今天所能理解的戏剧制作人，为戏剧和选美设计道具、服装、背景和特殊机械。他特别会生动地讲述一个故事，并把它展现在舞台上。许多人认为剧院是莱昂纳多首次构思他的一些想法和发明的地方。比如说，有一场选美比赛中需要一只鸟作为道具，莱昂纳多决定创造一只木头制作的机械鸟，拍打着翅膀给人一种飞行的错觉，这让他的好奇心掉进了兔子洞。他开始研究鸟类如何飞行，而且他创造了许多直到他晚年仍在测试的人力飞行器的设计。1483年，莱昂纳多受委托绘制岩石圣母。由于付款争议，莱昂纳多实际上绘制了2幅几乎相同的岩石圣母画作，一幅于1483年完成，另一幅于1508年左右完成，而且是在助理安布罗吉奥·德普雷迪斯的帮助下完成的。这2幅画作至今仍然存在，第一幅是在巴黎的卢浮宫展出，而第2件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展出。1485年左右，莱昂纳多绘制了一个金字塔形状的降落伞，下面还挂着一个男人，但这个看起来十分笨重的设计让许多人认为它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2000年6月，一个名叫阿德里安·尼古拉斯的人证明了达芬奇设计是可行的。他在实验的时候完全使用了15世纪后期的科技技术所能够制造的材料，从3000多米高的热气球上坠落到地面，使用达芬奇草图为设计原型的降落伞，而且他取得了成功。他甚至说，这比他过去使用的许多现代降落伞更加的平稳。大约在这个时候，即1485年，达芬奇为各种机械绘制了许多的设计，其中之一是空中螺丝杆。当时人们完全无法理解这是个什么装置，但是到了现代，我们能够一眼地认出它是一架直升机的草图。请记住，这是500多年前的事了。莱昂纳多·达芬奇当时正在构思和设计一种空中的螺旋桨，它将提供升力，使人类能够飞行。达芬奇对科学原理的理解比你的想象要深刻得多，尽管他是一个生活在15世纪的男人。1487年，达芬奇设计了他所谓的战车，这是一辆装甲车，灵感来自乌龟，上面覆盖着厚厚的木头，并使用金属板加固，它们以倾斜的角度偏转敌人的火力。里面有2个大曲柄，可以从里面由4个强壮的人操作。这辆车在周围放置了大炮，有许多人将这辆车也描述为现在的坦克模型。这是一个在15世纪完全革命性的想法。1488年，我们在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笔记本中看到了他对人体解剖学的首次研究。他似乎对人体的研究非常的痴迷。莱昂纳多可能是有史以来好奇心最强的人之一。他对世界如何运作提出各种问题，然后马上去寻找答案。每周他都会写一份他想学习的东西的清单，或者想要找到答案的问题。达芬奇是一名素食主义者，他不吃任何的肉，他更喜欢穿5颜6色的亚麻布。他还会从市场上买来笼中的鸟，然后释放它们。然而500年前，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能感受到动物同样以与我们相似的方式在体验这个世界。他写道，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动物之王，为什么你要帮助其他动物，只为了让它们能够为你生下幼崽，以满足你的味蕾呢？他成为素食主义者，也是因为他自己所认可的科学和道德观念。而且他具有强烈的爱心，和他去绘制战争机器的草图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后者只是因为他对机械构造的强烈热爱吧。1489年的时候，他开始对建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绘制了完全重新设计的米兰的设计图。他设想了一个以清新和清洁为基础的新米兰城市，旨在阻止疾病的传播，比如当时摧毁生活的瘟疫。他考虑了每一个细节，从下水道系统、手推车和送货的地下区域，和连接地下和地表的独特螺旋楼梯。1490年，莱昂纳多·达芬奇向公众展示了他的维特鲁威人素描。这个草图后来是达芬奇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吸引了人们的想象力。我们看到了一个男性的形象完美画到了一个圆形和一个方形的中心，肚脐位于圆圈的中心位置，生殖器位于方形的中心位置。
他想表达的是人类的形态与宇宙之间的神圣联系。他的灵感来自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达芬奇出生前1500年写的一段话：一个人的身体完美融入到代表身形的圆形和代表地球的正方形内。这是达芬奇试图根据维特鲁威人的著作来形象化这个最完美的人的形象。但是他并不是最早尝试画这个画的人。建筑师贾科莫·安德里亚也是莱昂纳多的一位朋友，他绘制了他自己的维特鲁威人，这很有可能是在莱昂纳多创造他自己的作品之前。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相似之处。那许多人认为达芬奇笔下的维特鲁威人几乎是一幅自画像。我们在中间看到的男人看起来对莱昂纳多的描述非常的相似，长卷发，肌肉发达，五官鲜明。同年即1490年，吉安·贾科莫来到莱昂纳多身边，以他的绰号萨莱而闻名，大致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小恶魔。当时萨莱只有10岁，而莱昂纳多快40岁了。他称萨莱为小偷，一个骗子，固执和贪吃的人，说萨莱至少5次从莱昂纳多那里偷钱。尽管如此，莱昂纳多还是纵容了他。萨莱将继续成为莱昂纳多家庭的一员，直到30年之后莱昂纳多去世为止。人们认为达芬奇的许多画作，至少2幅画作是以萨莱为原型的，这让我们对萨莱的样子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1491年左右，莱昂纳多绘制了望远镜的设计图。他在笔记本上写道，这是为了放大月亮。他写下了他关于这个设计的详细的说明，精确到产生正确放大倍率的玻璃的厚度。1492年，莱昂纳多·达芬奇完成了带雕的女士的画作。这幅画作的主人是塞西利亚·加莱里尼，当时她是米兰公爵卢德维科·斯福尔扎的情妇。1945年，莱昂纳多·达芬奇开始绘制《最后的晚餐》，这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幅作品在意大利米兰圣玛利亚感恩修道院的食堂。这幅画表现的是耶稣和他的使徒们最后晚餐的情景。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最后的晚餐》这幅画作。画面的中间是耶稣，左面和右面各有6个人，这是他的12门徒，表情都很复杂，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当时的情景是耶稣说了那句我们之中有一个叛徒，而真正出卖耶稣的那个人叫犹大，就是耶稣左面第2个人。当时耶稣知道自己被出卖这件事，他显得十分的镇定。这幅画作所有左面的人手是向外向下的，右面的所有人手是向上的，而耶稣的手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而达芬奇就是喜欢把自己很多巧妙的心思融入到自己的画作里面。据后来分析说，达芬奇这个设计可能是为了表达这个世界的光明和黑暗的对立性，而他们的手上和桌子上有很多的面包，合在一起正好能够组合成一首乐曲。而这首乐曲从左到右演奏的话，是一段很有节奏的音乐，但是中间有一个音是走音的，而那个走音位置的人物正好就是犹大人物所在的位置，可见达芬奇在画作中的巧妙心思。而且这幅画作叫做《最后的晚餐》，然而后面的背景却是白天，桌子上的餐食还包括鱼类。根据宗教的一些习俗来说，这幅画作表达的可能并不是最后的晚餐，而是莱昂纳多隐藏的另一个表达，就是耶稣复活。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猜测的话，又可以有另一套理论来解释。达芬奇更喜欢用油性的涂料，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那么的着急，因为涂料干得慢，可以慢慢的画。而传统上是不使用油画在墙壁上绘画的，因为油漆通常不持久。然而莱昂纳多认为他有一个新的方法可以克服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奏效。由于种种原因，图像在完成后的20年内就开始褪色崩溃了。多年来，许多艺术家试图修复这幅巨大的壁画，但结果总是喜忧参半。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军队将食堂用作军械库和马厩，士兵向画作投掷石块，划伤使徒的眼睛。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的炸弹击中了一次食堂，但幸运的是其中有保护性的沙袋，它的结构让这幅画作基本完好无损。1978年至1999年期间才最终得到了更科学的复原。1498年开始，莱昂纳多开始计划出版他的一些笔记本，但是可悲的是他抽不出来那么多时间去完成这件事。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但因为他从未发表过文章，他的笔记本直到他去世很多年之后，全世界才知道他的发现和想法。
如果达芬奇的笔记本在他的年代就出版了，许多人就会相信他的发现、发明和思想，很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而这可能远远超过人们对他在艺术方面的了解。莱昂纳多·达芬奇他并不追求金钱，尽管他是一个可以追求金钱的人。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很容易就能够赚到钱。在他那个时代，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都想寻求他出面为他们画画，并且愿意支付很多的钱。但莱昂纳多并不感兴趣，他只追求真正让他着迷的事情。他当时发明了一种能够彻底改变纺织业的机器，他甚至计算了他能够从中赚多少钱。如果放到现在的市场来看的话，他当时可以赚到600万美元，但这对于他来说，仅仅有这个构思就足够了。我们能够看出他真正追求的是知识，而不是金钱。1499年，法国路易12入侵米兰，夺取了这座城市的控制权。据报道，法国的国王是达芬奇作品的粉丝，并且对他有高度的评价，但达芬奇决定与他的朋友和追随者一起离开这座城市。他们首先前往威尼斯，莱昂纳多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设计了一个可以移动的路障系统，可以保护威尼斯免受海上入侵。正是在这里，莱昂纳多提出了一种潜水服的设想，这种潜水的衣服可以让人们在水下呼吸。1502年，达芬奇作为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身份为切萨雷·博基亚效力。莱昂纳多在工作期间绘制了一张伊莫拉的地图，它非常的准确，今天仍然可以使用它来导航城市。当时大多数的地图都是象征性的山坡景观，突出了城市的关键特征，就像教堂、宫殿和军事堡垒一样。但对于详细的导航几乎毫无用处。莱昂纳多·达芬奇决定创造一些不同的东西，一张准确且可以导航和规划的地图。通过详细的测量，他记录了伊莫拉每条街道、建筑和墙壁的距离和角度，创造了这幅500年前最接近于现代卫星地图的地图。这是达芬奇在工作中才华横溢的智慧和独创性的又一个例子。他好奇的头脑突破了当时的科技瓶颈，他出色的观察能力有助于将他的想法变为现实。1503年，莱昂纳多·达芬奇回到了佛罗伦萨，开始绘制蒙娜丽莎，而且他在他的余生中持续创作这幅作品。蒙娜丽莎可能是最著名的艺术作品，这幅画上的人物被认为是丽莎·德尔·乔孔多，她是一位意大利贵妇，是丝绸商人的情妇和佛罗伦萨官员弗朗切斯科·德尔·乔孔多的妻子。蒙娜丽莎的眼睛盯着观众，无论你站在哪儿，她都会跟着你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而她神秘的微笑则逗弄着任何凝视她的人。莱昂纳多是晕染绘画技术的先驱，而蒙娜丽莎是这种技术使用最著名的例子。他将这种技术描述为没有线条或边界，以烟雾的方式或超出焦点的方式绘画。晕染基本上是一种用于柔化颜色之间过渡的绘画技术，模仿人眼关注范围之外的区域。你可以在蒙娜丽莎的眼睛和嘴角周围看到这种技术的充分展示，这让整个画面栩栩如生，仿佛生活中的现实。对蒙娜丽莎的分析表明，达芬奇从未停止对她的绘画，一层又一层细微的笔触，因为单单说她的脸就有多达35层油漆，这些油漆是多年来慢慢的添加的。而蒙娜丽莎无疑是一件杰作，至今仍然保持着美丽和优雅。但世界上有很多的艺术杰作，没有一个像蒙娜丽莎那样著名。那为什么这件作品如此受欢迎，如此的著名呢？在达芬奇去世之后，他把自己的作品传给了他的助手和人生伴侣萨莱，之后他的助手把它卖给了法国的国王，这幅画作就一直掌握在法国王室的手中。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蒙娜丽莎在巴黎卢浮宫展出，至今仍然在那里。这幅画在艺术界之外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当然也不受欢迎。直到1911年8月21日，蒙娜丽莎被偷了，人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意识到它已经不见了。这幅画一直失踪了2年。真正让蒙娜丽莎出名的，在她被盗之前，她只是展出的众多杰作之一。但是在她销声匿迹的2年时间里，媒体发表了无数的文章，猜测那幅失踪的油画，总是把它称为杰作和最好的画作。一时间，疯狂的理论到处涌现，指责许多不同的人犯罪。有一次，年轻的巴勃罗·毕加索被捕，并被怀疑偷窃蒙娜丽莎而受到审问，直到他后来被澄清与这幅画的失踪无关。
盗窃案的新闻报道持续数年之久，将蒙娜丽莎推入了全世界公众的视野。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名叫文森佐·佩鲁贾的男子，他是卢浮宫的一名前雇员，他帮助建造了这幅画的玻璃柜。他当时只是在正常的时间进入了大楼，躲在了杂物间里面，等着博物馆关门之后，他把画作藏在外套下面，就大大方方地走了出去。文森佐其实是一位意大利的爱国者，他相信列昂纳多·达芬奇的画作应当归还给意大利博物馆。最后1941年1月4日，这幅画作最后返回卢浮宫。佩鲁贾在监狱服刑了6个月，获释之后他受到了意大利人的欢迎，被誉为爱国主义者。当这幅画作回到卢浮宫的时候，成群结队的人来到他的跟前观看它。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来参观蒙娜丽莎。时至今日，巴黎卢浮宫的80%的游客只是来看蒙娜丽莎的。1506年，莱昂纳多搬回米兰，大约在这个时候，他会见了弗雷切斯科·梅尔奇，他是伦巴第贵族的儿子。后来，梅尔奇成为了莱昂纳多最喜欢的学生，他一直追随着莱昂纳多，直到他去世为止。1509年，莱昂纳多继续他的解剖学研究，他花时间在当地的医院与病人进行交谈和观察。他绘制了240多张人体解剖学的详细图纸，几乎完美地描述了人体的每个部分，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简单的说，如果莱昂纳多在其他方面什么成就都没有，他单单拿出在解剖学上的成就，就能够在人类的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1513年的时候，莱昂纳多应教皇兄弟的邀请移居罗马，据说达芬奇就是在这里画了这幅自己的肖像，当时他已经60岁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老人一脸疲惫，长满长发和胡须。这幅画作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我们如何看待达芬奇的外表，因为这幅画被认为是他唯一的一幅自画像。1513年至1516年的时间，莱昂纳多在罗马期间绘画了施洗者圣约翰，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人将他描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画家，但是他本人却鄙视自己拥有如此罕见的才华和艺术。1517年的时候，莱昂纳多·达芬奇被作为法国国王的客人搬到了法国的昂布瓦斯，被弗朗西斯一世授予王室第一位画家、工程师和建筑师的头衔。弗朗西斯一世和他的父亲都是达芬奇和他的作品的忠实粉丝。国王花了很多时间与莱昂纳多待在一起，从大师那里学到了他能学到的一切。在达芬奇笔记本最后几页的一张几何笔记上，他突然停止了他的理论思考，并且写道：汤越来越凉了。许多人认为这是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最后一篇笔记，他的思绪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但是他似乎明白了一件事，汤在楼下等着他，还有他的朋友们。现在是他停下来的时候了。1519年5月2日，莱昂纳多·达芬奇去世，享年67岁。这一刻，在300年前的一幅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莱昂纳多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国王弗朗西斯一世抱着他的头，凝视着莱昂纳多的眼睛，捕捉着伟大的达芬奇的最后时刻。在这期影片里，我无法对达芬奇做出最完整的描述，尽管达芬奇通过他的艺术和文化对我们的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认为最有趣的是，在人类文明的时间线上，他能够发现并且发明很多数百年后才能够实现的创造和发现。那么如果他的笔记本在他的有生之年就能够出版，他的发现、理论和发明很有可能就会改变我们这个星球现在的面貌，能够快速地推进各种理论和科技的发展。在茫茫的人海中，他的一生能够在历史的时间线上泛起涟漪。随着我们对他的不断了解，我们能够学到增加好奇心和善于观察的重要性。我们要提出更多的问题，并且寻找答案。他是个天才，但他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他的好奇心驱使他学习、发现和掌握更多使他变得伟大的东西。当然，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像达芬奇那样聪明，但我们可以让他的精神引导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善于观察，充满好奇心，每个人都试图提出更多的问题，并寻求更多的答案，一个更像达芬奇的世界就会到来。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